硅基晚8点第18期。先看盘，比特币63912美元，比昨天低0.2%，市场心情28分，又降1分，还在恐惧区。今晚最大的一件事，美联储什么都没做，全球市场却像刚被加了一次息一样往下砸。为什么？答案藏在3张反对票里。今晚3条主线，美联储出现近10年不见的分裂，韩国股市连着2天被强制暂停，芯片股正在一场没人预告过的大撤退里。一条一条说。头条第一条，美联储按兵不动，却有3个人当场投票要求加息。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3.5%到3.75%，连续第5次不动。意外在票数9票赞成，3票反对，克利夫兰、明尼阿波利斯和达拉斯3位联储主席都主张这次就该加息25个基点。3个人朝同一个方向反对，上一次是2016年9月，将近10年前，理由是通胀已经连续5年多高于2%的目标。主席沃什把这场分歧称作一次健康的家庭争论，市场却没把它当家务事。当天道琼斯指数收跌2.19%，盘中一度跌超1000点。说人话，利率1个基点都没动，但下一步更可能往上这件事被3张票坐实了。对普通人，他决定未来1年借钱贵不贵，对风险资产，利率越高，愿意为故事付的溢价就越低。我们不预测下次会不会加，但这3票是这2年最清楚的一次内部信号。头条第2条，韩国股市连续2天触发熔断，这是韩国交易所历史上第一次。昨天，韩国综合指数收跌5.98%，收在5663点，盘中一度跌超12%。熔断就是跌得太快时，交易所按下的暂停键。从6月的高点算起，这个指数已经回撤超过3%。导火索是一份财报指引 ，SK 海力士昨天收跌9.61%，盘中一度跌超1.5%。把镜头拉远，从上周五收盘到昨天，全球半导体与人工智能硬件股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市值，其中英伟达一家就少了2380亿。韩国政府昨晚6点开了紧急会议，定调是市场在寻找新的均衡，启动股市稳定基金的条件还不满足。真正出手的是杠杆挂钩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单一股票杠杆基金，被要求设2成持仓上限。说人话，这不是一家公司的业绩事故，而是人工智能这门生意多久回本被重算了一遍。韩国摔得最重，是因为2家芯片公司几乎撑起了整个大盘。数据追踪台，今天没有新发布的经济数据，我们换一组很少被讲到的数字矿工的账本。第一个数，全网算力887 EHS， 比5天前的973回落了近1成。第二个数，挖矿难度下一次自动调整预计下调3.41%，约10天后生效，上一次只下调了0.74%。难度是这套系统的自动稳定器，它不问币价，只数区块出的快不快。第三个数，全网矿工一天的总收入约2892万美元，1周前是2955万，每 T 算力一天只赚3美分，是历史最低的一档。3个数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币价横着走，算力还在高位，单位算力赚的钱被摊薄，而网络会自动松开难度，替矿工压回成本。全球联动，美股这边，英伟达跌3.42%，美光跌9.46%，超微半导体跌8%，英特尔跌近6%，跌得最狠的是存储芯片。同一天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4.67%，比前一天高0.06个百分点。这个组合很关键，利率往上，成长股往下。这一次2件事是同一个原因。有意思的是，软件股相对抗跌，被砸的是硬件和内存。市场怕的不是人工智能没需求，而是买设备的钱花得太快，回本太慢。加密这边，比特币在整晚的来回波动里几乎回到原点，既没跟着股市杀跌，也没被抢着当避险资产。比特币小课堂第17课，比特币为什么没有熔断？第一，熔断是股市的设计，指数跌得太快时，交易所强制暂停交易，给情绪一个降温的机会。韩国这2天连按了2次。第二，比特币没有暂停键，它不是一家交易所，而是全球几千个市场同时交易的资产。1周7天不关门，没有人握着总开关，你看到的暂停，只是某一家交易所自己宕机或限制提现。第三，这是一笔交换，没有熔断，一轮下跌可以一口气跌完，波动更大，但任何时刻你都还能卖出去。
他把价格的稳定换成了随时可以离场的自由。今晚附题10条：第一 ，Meta 每股收益6.18美元，低于预期的7.14，全年资本开支指引最高抬到1450亿，自由现金流1年内从85亿掉到7.8亿，盘后跌超9%。第二，微软相反，云业务 Azure 年收入首破1000亿美元，每股收益超预期，资本开支计划不变，盘后涨约8%。第三，三星电子2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19倍，创历史新高，还说下半年服务器芯片供不应求，股价照样跌。第四，美国财政部制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保护费网络，其中一家兜售通行安全服务的公司收比特币付款，用于规避制裁。第五，伯恩斯坦把 Circle 的目标价从190美元砍到140，今年每股收益预测砍掉1半多。第六，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月之岸面完成35亿美元融资，估值350亿，筹备最快今年在香港上市。第七，现时世界资产代币化规模创新高338亿美元，2年涨16倍，持有地址近94万个。第八 ，YMAX 公布调查结果，攻击者夺走合约管理员权限，凭空增发522万枚美元稳定币，换成约72万美元跨链转走。第九，今年以来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被盗已超10亿美元，是有记录以来最差的一年。第十，过去24小时加密市场爆仓2.86亿美元，其中决议前后2小时就爆掉1.88亿，价格却基本回到原地。追踪剧场2条线今天有新事实。第一条，美伊冲突追踪第2天。昨天我们讲过，伊朗向驻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导弹，全部被拦截。今天有了回手，美东昨晚10点，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一轮密集打击，目标包括革命卫队指挥中心与导弹设施。同一天，美国与沙特在伊拉克的空袭打死4名革命卫队人员，特朗普的原话是：轮到我们了。第2条，加密市场结构立法第9天，两党参议员加莱戈与蒂利斯正在敲定伦理条款的替代方案，几天内交给白宫。新方案可能允许各州总检察长执法。同时，预测市场上今年内惩罚的概率，昨天跌到27%，创下纪录低点。卡住这部法案的分歧不在加密该怎么监管，而在议员自己能不能持有加密资产。今日变化榜5项今天真的动了，前面又没讲过的读数。第一，交易所里的比特币265.5万枚，一天回流8300枚，方向和昨天正好相反。第二，以太坊现货 ETF 最新一个交易日净流出3290万美元，是3天来第一次转为流出。第三，链上交易笔数67.3万笔，一天多了2成。第四，链上活跃地址60.4万个，反而少了3.9%，交易更多，人更少，搬币的是少数大户。第五，韩国市场买比特币的折价连续第2天收窄，这个口径系统性偏低，只讲方向，不念绝对值。明日数据日历。第一，半小时之后，今晚8点半，美国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值和6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场发布，是符合今天决议最直接的尺子，3颗星。第二，明天是2季度雇佣成本指数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中值，看工资涨得快不快，1颗星。第三，明天下午4点，月末加密期权到期，到期前后波动往往放大，1颗星。第四，下一次美联储议息在9月10号。智商所的联邦基金期货显示，市场压住按兵不动约 29.8%， 加息25个基点约 50.6%， 加息50个基点约 19.6%， 降息接近于0。这些数据一发布，明晚8点第一时间解读。数据纵深，今晚2组数。第一组，比特币 ETF 的2笔账，最新一个每股交易日净流入3210万美元，翻回了前一天的净流出，但内部并不同心，贝莱德进了8980万，布达却出了4310万，把窗口拉长，近7天净流出2.22亿美元，近30天净流出21.99亿。而这些基金上市以来累计净流入514亿美元，等于这一个月退回去的大约是历史累计的 4.3%。第二组，平均持币的人赚了多少？有个指标叫市值与实现市值之比，白话说就是现价除以所有人当初买入的平均成本，现在 1.2 倍，等于全市场平均浮盈2成。历史上牛市顶部常在3倍以上，熊市底部会掉到1倍以下，而现价还比200日均线低 10.9%。
两组合起来一句话钱没有大规模离场，也没有人抢着进场。投票分歧比利率本身更值钱。该信按兵不动，还是那3票？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硅基晚8点第18期，每晚8点把今天的市场讲成人话，不猜涨跌，只讲明白。最后提醒，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我们明天晚8点见。